AI 牛市里最危险的信号，可能不是股价突然暴跌，而是股价太强了，公司发现原来我可以把自己的股票当现金一样拿出去花。你先别急着觉得这句话很绕，因为这2天 SpaceX 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整个 AI 牛市最值得盯的一张账单。据 TechCrunch 等媒体报道，SpaceX 上市后没几天就宣布用600亿美元的股票收购 AI 编程工具 Cursor 背后的公司。注意，是全股票交易，也就是说 SpaceX 不是从银行账户里掏出600亿美元现金，它是把自己刚刚在公开市场上被追捧出来的高估值变成了一张可以买公司的支票。这件事最反直觉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人看到全股票收购，会本能的觉得那不是挺好吗？不花现金，不增加债务，还拿到一家 AI 公司。但资本市场没有真正免费的午餐，不花现金不代表没有成本，只是在这笔交易里，成本不是马上从公司账上扣掉，而是变成了股东稀释、未来增长要求，以及市场对这张股票支票还愿不愿意认账。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不重讲 SpaceX IPO 到底涨了多少。上次我们讲 SpaceX 是讲谁会被迫买它，指数资金、机构资金、散户资金怎么挤在同一个入口。今天的问题变了，今天要问的是，当公开市场真的给了 SpaceX 一个巨大的估值之后，他会怎么用这张估值？答案很直接，他开始用股票买东西。这就是 AI 牛市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信号。第一阶段是市场给 AI 公司定价，第二阶段是 AI 公司拿这个价格去买资产、融资金、补短板、建算力。换句话说，股价不只是股价，在牛市里，股价会变成货币。先把这笔交易捋清楚。TechCrunch 报道 ，SpaceX agreed to acquire Cursor in a $60 billion stock deal。交易预计在2026年第3季度完成。Cursor 是现在 AI 编程工具里最热的一批产品之一，背后公司叫 Anysphere。它做的事情很简单，让开发者在写代码时，不只是让 AI 补几行代码，而是让 AI 更像一个可以理解项目、修改文件、参与开发流程的 coding agent。这也是为什么 Cursor 这么重要，因为 AI 应用里最早真正愿意付钱、愿意高频使用、愿意忍受新工具不完美的一批用户，就是程序员。如果你能站住程序员的工作流，你拿到的不只是一个软件收入，你拿到的是 AI agent 进入企业生产流程的入口。SpaceX 为什么要买它？表面看，这像是马斯克又把自己的公司版图往 AI 里推了一步，但更现实的说 ，SpaceX 的 AI 部门需要追赶 OpenAI、Anthropic、Google 这些更成熟的 AI Lab。Cursor 对 SpaceX 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应用，它可能是开发者入口、coding 数据、AI 编程场景、企业工作流和模型能力的组合包。这就是交易的多头逻辑。如果 SpaceX 真想把自己从火箭和 Starlink 公司升级成太空加通信加 AI 基础设施的超级平台，那它不能只靠故事，它需要能落地的 AI 产品。Cursor 至少是一个已经被大量开发者验证过的产品。而且据 Le Monde 引用的报道 ，Cursor 的年化收入从2025年的1亿美元快速上升到10亿美元，并在今年6月初达到40亿美元级别。这个增速当然非常夸张，但你也要看到另一面。TechCrunch 报道，Cursor 在 SpaceX 敲门之前，原本准备融资20亿美元，估值约500亿美元。他之前已经在2025年6月融过9亿美元，年底又融过23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 Cursor 是一个增长很快的公司，也是一台非常烧钱的机器。增长快需要算力，模型训练和推理需要钱，和 OpenAI、Anthropic、Google、微软这种巨头竞争需要更大的资源池。所以对 Cursor 来说，被 SpaceX 用股票收购不只是卖公司，它也可能是在找一个更大的算力和资本背书。问题是600亿美元这个价格从哪里来？这就进入本期最重要的模型。在平常市场里，股票只是公司所有权的一小块，你买一股代表你拥有公司很小一部分。但在牛市里，股票会多一个功能，它会变成公司的货币。公司可以用它发工资，可以用它收购，可以用它融资，可以用它换真实资产。这就像一家公司突然拥有了一台印钞机，只不过它印出来的不是美元，而是市场愿意接受的股票。只要市场相信这张股票未来值钱，别人就愿意收。Cursor 愿意收 SpaceX 股票，是因为他相信这些股票有流动性、有市场价格、有未来上涨空间，也可能比继续单独融资更安全。SpaceX 愿意用股票买 Cursor， 是因为它现在的股价很贵，股价越贵，同样买600亿美元资产，需要发行的股份就越少。这就是为什么高估值对公司有用。高估值不只是让创始人身价好看，它会直接改变公司的战略能力。你用现金买公司，现金花掉就没了；你用债务买公司，利息压力会留在资产负债表上；你用高估值股票买公司，就像把市场的信任打包给了被收购方。所以 Le Monde 那句话很关键，这场竞赛里，赢家是能把纸面财富变成真实资产的人。SpaceX 用的就是这个打法。他刚刚通过 IPO 拿到公开市场的高估值，然后立刻把这张高估值拿去换 Cursor。这不是简单的并购新闻，这是资本市场在给 AI 军备竞赛供血。那问题来了，这件事到底是聪明还是危险？我觉得答案不能简单2选1。从公司战略看，它很聪明，因为 AI 竞赛现在拼的不是单点产品，而是入口、算力、模型、数据和分发。SpaceX 有 Starlink， 有数据中心，有马斯克生态，有公开市场给的融资能力。
Cursor 有开发者入口，有 coding 场景，有产品心智，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至少故事是成立的。而且这笔交易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TechCrunch 报道 ，SpaceX 4月份的协议里，要么以600亿美元股票买下 Cursor， 要么如果交易失败，可能支付100亿美元 breakup fee，100亿美元的分手费，非常夸张。这说明这不是临时脑袋一热，这更像是 SpaceX 在 IPO 前就已经布好的一个局，先把上市窗口打开，再让市场给 SpaceX 股票定一个高价，然后用这张高价股票去完成并购，这就是资本市场的机械美感。但也正因为这样，它危险，因为你要问，这张支票最后是谁开的？不是马斯克一个人，也不是 SpaceX 财务部，这张支票背后是所有愿意在公开市场给 SpaceX 高估值的人，包括 IPO 机构，包括追进去的散户，包括未来可能被迫买入的指数基金，包括把它当成下一代 Mag 7的 ETF 和主题基金。这些人共同给了 SpaceX 一种能力，用高估值股票买真实公司。所以全股票交易的真正成本不是没有成本，而是成本被分散给了股东。如果交易成功， Cursor 真的变成 SpaceX AI 业务的核心入口，那股东可能会觉得值得。但如果未来 AI 业务兑现不了，或者 SpaceX 股价回落，那今天这张600亿美元的股票支票就会反过来变成压力。因为你用贵股票买资产时，前提是这张股票一直被市场承认很贵。一旦股价跌下来，两个问题会同时出现：第一，过去用股票买的东西看起来可能变贵了；第二，未来再想用股票融资或并购，能力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股价在牛市里是货币，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它的购买力取决于市场情绪，市场信你，你就能用股票买公司；市场不信你，这张股票就会从货币变回纸。把这个逻辑放大，你会发现 SpaceX 不是孤立。Le Monde 报道 ，SpaceX 通过 IPO 融资857亿美元，同时公司债务约291亿美元。这笔钱让它可以降低债务压力，也可以继续往 AI 里投。但它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公司。同一篇报道提到 ，Google 在6月做了800亿美元的市场交易，并引入 Berkshire。Oracle 也融资250亿美元股权，同时融了等额债务。Anthropic 在5月融资650亿美元，为可能的 IPO 做准备。OpenAI 获得1220亿美元资本，以应对它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这些数字听起来像流水账，我们把它翻译成人话 ，AI 现在已经不是几个聪明工程师写代码的问题，它变成了一场超级资本消耗战。模型要钱，算力要钱，数据中心要钱，能源要钱，人才要钱，并购入口也要钱。所以 AI 公司必须不断找钱，他们可以找银行借，可以找私募融资，也可以把公司推向公开市场，让散户、机构、ETF、养老金和指数资金一起买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核心不是 SpaceX 买了 Cursor， 而是 AI 公司开始集体把资本市场变成燃料仓。Le Monde 还提到一个更大的数字 ，Renaissance Capital 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IPO 已经融资1110亿美元，而2025年是440亿美元。Goldman Sachs 预计，如果把后续增发、可转债和 SPAC 都算进去，今年股权发行总规模可能达到675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不是几家公司上市，这是市场正在重新打开一个巨大的股票供应阀门。而这就引出谨慎派最担心的事情。Business Insider 报道 ，Prof G Markets 的 Ed Elson 对这一轮 Mega IPO 很谨慎。他提到 SpaceX、Anthropic、OpenAI 和 Google 可能向市场注入大约3500亿美元新股供给。它的核心问题非常简单：如果投资人要买3500亿美元新股票，他们要卖掉什么？这句话很值得停一下，因为牛市里大家经常只看需求，投资人想买 AI， 基金想配 AI， 散户怕错过 AI， 但市场还有另一边叫供给。当越来越多 AI 公司发现公众愿意给高估值，他们就会发行更多股票。新股越多，市场需要吸收的纸面资产就越多。如果新增供给太大，资金不可能凭空出现，它要么来自现金，要么来自卖掉别的资产，这就是供给冲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热门演唱会，一开始票很稀缺，大家抢，价格暴涨，主办方一看观众这么热情，那我再加市场。如果需求真的足够强，加场还能卖光。但如果加的太多，稀缺性就开始下降。AI 股票现在也可能走到这个位置。以前投资人抱怨买不到 OpenAI、Anthropic、SpaceX 这种核心资产，现在他们真的要来了。但问题是，市场能不能同时吃下这么多高估值股票 ？Acadian 的 Owen Lamont 写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框架，他认为 IPO 和新股发行潮往往是市场过热的重要信号，因为公司通常比普通投资者更懂得什么时候卖自己的股票。当公司愿意大量发行股票，说明他们至少觉得现在的市场价格对自己是有利的。这不代表每个 IPO 都不好，也不代表 AI 是假的，但它提醒你，买方和卖方的动机不一样。公司发行股票是为了融资、套现、降低风险、买资产；投资人买股票是为了未来回报。这两个目标不天然一致。尤其当市场情绪非常热的时候，公司的最佳发行窗口往往不一定是散户的最佳买入窗口。这就是本期最重要的散户提醒：不要只问这家公司是不是伟大，也不要只问 AI 是不是未来。这些问题太大，也太容易得到一个舒服的答案。你真正要问的是：第一，它是在创造现金流，还是在消耗现金流？第二，它现在的股价是在反映已有业务，
还是在提前透支未来并购和 AI 期权？第三，他用股票买资产时，被收购方为什么愿意收？第四，如果股价下跌，这家公司继续用股票融资和并购的能力会不会下降？第五，新发出来的股票最后由谁吸收？如果答案是指数基金、主题 ETF 和追高散户，那你就要知道，你和早期投资人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早期投资人用很低的成本拿到股票，公司用高估值股票去买资产，被收购方拿到的是未来可以变现的公开股票，而公开市场买家买到的是已经被多轮故事包装、价格重估、流动性打开之后的资产。这里没有绝对的对错，你可以相信 SpaceX 会继续把火箭、Starlink、AI、数据中心和开发者工具整合成一个超级平台。这个故事不是没有想象力，甚至它可能真的会创造非常大的企业价值。但投资不是只买想象力，投资还要看你在这条价值链里站在哪一层。你是早期持有人，你是 IPO 配售机构，你是上市后冲进去的散户，你是被动指数资金，你是 Cursor 这种拿 SpaceX 股票作为收购对价的卖方。同样一个故事，对不同买家来说，完全不是同一笔交易。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比单纯的 SpaceX 股价涨跌更重要。它告诉我们 AI 牛市已经进入一个更复杂的阶段。最开始市场在问谁有 AI 技术，后来市场在问谁有算力，再后来市场在问谁能把 AI 变成收入。现在市场要问一个更资本市场的问题，谁能把高估值变成真实资产？如果一家公司能做到这一点，它的战略能力会变强。但如果整个市场都开始这么做，供给就会变大，稀缺性就会下降，买方就要更加挑剔。所以 SpaceX 收购 Cursor 这件事，我不想简单的说它是泡沫，也不想简单的说它是天才交易。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是 AI 牛市的一次货币实验。SpaceX 在测试市场给我的股票到底能买多少真实世界的资产。Cursor 在测试接受 SpaceX 股票是不是比继续独立融资更好。投资人在测试这些全股票交易到底会创造未来现金流，还是只是把高估值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接下来真正要看的不是新闻标题里那个600亿，而是这笔交易之后的几个信号。第一， Cursor 的收入增长能不能继续，而不是被大公司收购后失去开发者心智。第二， SpaceX 的 AI 部门能不能把 Cursor 接进 Grok 企业客户和开发者工作流。第三， SpaceX 股价如果波动，市场还愿不愿意把它的股票当成优质货币。第四， OpenAI、Anthropic、Google、Oracle 这些公司后续融资会不会把更多股票供应推到市场上。第五，投资人是继续用新钱买，还是需要卖掉旧的科技赢家来腾出仓位。这5个问题比一句 SpaceX 牛不牛更重要。最后给一个判断框架，伟大的公司是一回事，强势的股票货币是第2回事，好的投资入口是第3回事。牛市最迷人的地方是它会把这3件事混在一起，让你以为只要公司伟大，股票就是好货币，只要股票是好货币，现在买就一定划算。但真正成熟的投资判断是把它们拆开。 SpaceX 可能很强， Cursor 可能很有价值， AI 也可能继续改变软件和开发者工作流。但当一家公司开始把股票当现金花的时候，普通投资者要多问一句，这张支票的购买力来自真实现金流，还是来自市场此刻愿意相信它？如果答案主要是后者，那你就不是在看一笔普通并购，你是在看一次牛市信任的再抵押。你觉得 SpaceX 用股票买 Cursor 是 AI 创新融资的聪明打法，还是牛市估值被拿来兑现的危险信号？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